这结婚是没有理由的，没有一个是我。那个亲子鉴定不用做，直接说不是你的。哪个不是我的？3个都不是。等我亲子鉴定做了以后，我在法院起诉。可以。爸爸，不要叫爸爸，那不是你爸爸。这名男子叫陈志显，陈先生，他被称为全网最惨的男人。结婚16年，养了3个孩子，都不是自己亲生的。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呢，但凡有一个孩子是他自己的，他都会保持沉默。可能但凡有一个孩子是我的，我可能都会选择沉默。而妻子不光给陈先生戴绿帽子，还指责陈先生没有人性，太看重血缘关系了。血缘关系那么重要吗？别人没有人生的人不是照样报吗？对了，我跟他10几年，为什么他生不了呢？并且呢，妻子和情夫一起还炸了这个陈先生的家，使陈先生的老父亲心脏病发，送进了医院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说一下全网最惨的男人陈志显的故事。陈志显1977年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，职业是货车司机。2007年，经人介绍，29岁的陈志显认识了小自己9岁的妻子于霞，两个人的家呢离得比较近，二人相处也比较融洽。认识不到1年，2007年底，两个人就领证结婚了。结婚后，2008年8月9日，陈先生的大女儿出生了。有了老婆，现在又有了孩子，陈先生既高兴又感觉多了一份责任。为了挣更多的钱养孩子养家，陈先生呢开始常年在外开货车挣钱，每个月只回来1、2次。虽然夫妻2人常年两地分居，但陈先生依然觉得2人感情很好。陈先生也经常和妻子打视频电话，一直到2011年3月30日，二女儿出生了。2018年10月8日，三女儿也出生了。为了挣钱，陈先生呢曾经2次创业失败，后来还是干起了货车司机。经过不断努力，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终于日子有了起色，还给家里买了车，在家里盖起了3层小洋楼，并且呢，他还分配好了房间。陈先生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，把唯一的空调装进了大女儿的房间，给女儿的房间布置得非常的温馨。陈先生常年在外，留下妻子一个人照顾家里，他一直心有愧疚，把挣的所有的钱都由妻子保管，自己只留下很少的生活费。可以说，妻子和3个女儿就是陈先生生活的动力。每次回到家里，看到妻子和女儿，陈先生都感到非常的幸福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后面的事情的发展让他震惊而绝望。2021年，有一段时间呢，陈志显给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呢，妻子经常不接，还经常关机。2021年3月1日，陈志显劳累了一天之后呢，回到住处给妻子打电话。电话里妻子的语气有一点反常，妻子说她要睡觉了，接着呢就挂断了电话。但当时天才刚刚黑，根本就没有到睡觉的时间。为了监督家里孩子做作业，所以家里呢安装了监控。于是陈志显就用手机查看了监控，发现妻子根本就不在家里。难道是回娘家睡觉了吗？陈志显又接着拨打了岳母的电话，而岳母的回答是妻子并没有在岳母家。从那以后，陈志显就开始怀疑妻子了。陈志显偷偷的在妻子的手机里安装了可以互相定位的软件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陈志显和妻子打电话的时候，妻子再一次匆忙的挂断了电话。他又拨打了几次妻子的手机，都没有打通。于是陈志显查看了妻子的手机定位，显示妻子的定位在浙江衢州的一家宾馆里面。看到定位之后呢，陈志显心里一紧，他马上开车到达了那个宾馆的附近，再次给妻子打电话。妻子的手机这个时候已经关机了。陈志显坐在车里，双眼紧紧地盯着宾馆的大门，整整等了一夜。在这一整夜的时间里面，陈志显的脑海里出现了很多的画面。第二天早上9点多，精神几近崩溃的陈志显看到了妻子和另一个男子在前台退了房，退了1张房卡。他确认了妻子出轨的事实。我就在那等了整整一夜，一宿没睡觉，等了整整一夜。9点多钟，他2个人从宾馆的电梯下来，然后走到前台退了1张房卡。陈志显回到家里，经过冷静之后，他想到妻子有错，但是呢还有3个女儿呢。当时大女儿只有15岁，最小的孩子才3周岁。毕竟已经结婚16年了，如果离婚的话，最受伤的肯定是孩子。自己常年不在家，妻子出轨也是因为自己对妻子对这个家不够关心。于是呢，他选择原谅妻子，希望妻子能够回归家庭。
直到2022年3月24日，两个人再次发生了争吵。在这次争吵当中呢，秦志显查看了妻子的手机，通过妻子转账记录发现，之前给妻子的钱大部分都被妻子转给了情夫，而妻子还背着自己贷款了30万，也全部转给了情夫。陈志显再也忍不住了，和妻子大吵了一架，两个人的感情也彻底破裂。第二天，妻子趁陈志显不在家，收拾好东西离家出走了。后来陈志显得到消息，妻子余霞已经和情夫私奔了，并且呢，妻子把陈志显以及陈志显的家人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。到此时，陈志显对妻子不再抱任何的希望，对妻子彻底死心了。这时呢，有一些亲戚朋友就劝陈志显做一下亲子鉴定，毕竟三女儿年龄太小，只有3周岁，如果妻子外遇有一段时间的话，很可能这老三就不是自己亲生的。2022年4月26日，三女儿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鉴定结果显示，不支持陈志显是三女儿生物学父亲。这一结果对陈志显来说相当于当头一棒。陈志显找到了岳母家，想让岳母将妻子余霞找回来，给个说法。但没想到余家人否认了 DNA 鉴定结果，岳母还拿雨伞打他，在推搡当中，岳母摔倒，导致大腿骨骨裂。岳母家人以故意伤害报警，司法鉴定岳母轻伤2级，陈志显被取保候审。后来陈志显和大女儿的交谈当中呢，又得到了另一个可怕的消息。妻子余霞曾经和大女儿说过，如果陈志显和她离婚的话，她只要大女儿和三女儿。那么余霞为什么只要大女儿和三女儿呢？难道说大女儿也不是她亲生的吗？陈志显和余霞结婚了第2年生的大女儿，如果大女儿都不是亲生的话，那么陈志显结婚16年，妻子就背叛了他16年。陈志显再一次给妻子打了电话，询问大女儿是不是自己亲生的，而妻子余霞在电话中明确告诉陈志显，不用做鉴定了，3个孩子都不是你的。这个亲子鉴定不用做，直接说不是你的。哪个不是我的？3个都不是。等我亲子鉴定做了以后，我在法院起诉。可以。爸爸，不要叫爸爸，那不是你爸爸。陈志显不甘心，还是给大女儿和2女儿也做了亲子鉴定。2022年5月12日，大女儿和2女儿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鉴定结果显示，大女儿和2女儿也都不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陈志显如遭雷击啊！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。到最后，老婆跑了，孩子不是自己的，钱也被妻子转给了情夫。陈志显真的是非常的惨呀！而妻子在电话里反而指责丈夫，血缘关系有那么重要吗？血缘关系那么重要吗？别人没有人生的人不是照样抱吗？对了，我跟他10几年，为什么他生不了呢？妻子余霞一系列无下限的态度刺激了陈志显，陈志显决定不再顾及任何人的脸面，找到了媒体，曝光了妻子的丑事。结婚16年3娃非亲生的标题在网络上疯传。陈志显的这一举动呢，激怒了妻子和情夫。2022年5月28日凌晨4点钟，一声轰响，陈志显的家被妻子和情夫给炸了。事后行政处罚判决书上确认了2人的不正当关系。余霞和情夫用2个36响的闪光雷放在了陈志显家的门口，使用了一个冲天炮烟花爆竹放置在卫生间窗户上，用蚊香做延时爆炸。虽然最终呢没有伤到人，但造成了陈志显父亲受到了惊吓，心脏病发作，住进了医院。事后呢，妻子余霞受到的处罚是赔偿窗户玻璃等损失582.92元。余霞和情夫2人被行政拘留8日。在此之后，陈志显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余霞。最痛苦的是，辛苦养大的女儿们不再理他了。大女儿在采访当中说，她恨她的父亲。3个孙女儿的离开呢，让陈志显的父亲患上了抑郁症。陈志显也因为打击太大，心理崩溃，无法外出工作，每天需要喝酒才能睡着。陈家也成了村里的笑话，抬不起头。而反观妻子余霞的生活，2022年11月，在上饶市某医院生下了第4个女儿，陪护人正是情人吴某。吴某还在医院签名上签上了陈志显的名字。后来有人发现余霞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视频，视频里余霞抱着孩子笑得很开心，但很快呢，这个视频就被删除了。
自从陈志显将自己的事情曝光给媒体之后呢，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讨论。同时呢，也有很多网友建议陈志显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尊严。北京的杨安明律师主动联系了他，愿意帮他打赢官司，追回自己应得的赔偿。我们决定接受陈先生的委托，作为他的律师，全权处理他的案件。2023年12月28日，陈志显的离婚案在江西省德兴市法院开庭审理。陈志显的诉求是判决离婚、赔偿孩子抚养费、赔偿精神损失费，并且状告妻子重婚罪，要让妻子负刑事责任。当日的2场庭审，妻子和情夫吴某都没有到庭，案件将择日宣判。在此期间，岳母出面了，并且指责陈志显重男轻女，想要男孩，并且家暴妻子。同年11月嫁过去，第2年生了小孩就回来了。他讲我女儿生女儿啊，没有儿子啊，不要赶出来啊，不赶回来，他要看到他就要打死他这种。哎，19天我女儿下身，怎么给我女儿打死？不是我村里人看到他就都死掉了，不他们接下来他已经那坟头都出手了。但是网友们也指出了，既然村里有很多人都看到了，那么可以提供人证和医院的就医证明，而女方呢没有任何的相关证据，而且第一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，谈什么重男轻女呢？陈志显之前也说过，自己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，每一次都是岳母和妻子坚持要生下来的。哎呀，生2个有个伴嘛。到第3胎的时候，他又跟我说他想给我生个儿子。我说我不需要儿子，我想有2个孩子够了。我们生3个的话，我想我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。岳母呢还提出，陈志显盖房子的时候购买地皮时自己出了1.8万，所以房子是女婿和女儿的共同财产。但是在12月28日的庭审当中，陈志显的姐姐出面说房子的地皮是他的，是他赠与弟弟陈志显的，并且拿出了相关的证据作为证明，和女方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妻子于霞还说 DNA 鉴定也不能100%的证明孩子不是陈志显的。这网友们就说了， DNA 不能证明的话，那么什么才能证明呢？而且3个孩子总共做了3次 DNA 鉴定，都显示不是陈志显的，难道3次都验错了吗？陈志显也表示，于霞也可以自己找一家具有权威性的机构进行 DNA 鉴定。关于这个案子呢，很多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是，这4个孩子的爹到底是谁？希望孩子的亲生父亲能够站出来讲2句。有网友评论说，这4个孩子如果是同一个爹的话，那就太可怕了；这4个孩子如果不是同一个爹的话，那就更可怕了；这4个孩子万一找不到一个爹，那就超可怕了。这个找老实人接盘这样的事呢，在网络上也有，我们也听说过，但是人家都是接盘1个孩子，有些良心发现的呢，还给老实人再生一个亲生的，而这位妻子让老实人接盘4个孩子，这就有点太过分了。大家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看法，欢迎评论区里留言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